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韩国瑜的瑜，兄弟姐妹的弟。昨天刚过完元宵，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录视频，在这里，余弟我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心，平平安安。可是呢，昨天中国大陆，主要是中国海关部门宣布，从今年的3月1号起，就停止进口台湾的凤梨。听到这个消息，余弟我估计以后很久都不能方便的吃凤梨了。余弟我就赶紧去门口水果店买了一个凤梨。虽然平时我并不是很喜欢吃凤梨的，当初也是因为韩国瑜的原因，才开始喜欢吃凤梨。我买的这个凤梨呢是15块钱一斤，总价48元，相当于台币200块钱左右吧。相对旺季买的菠萝来说呢，还是贵了挺多的。来，昨天没吃完，今天还有，待会儿再吃吧。现在先拍视频。当然呢，这事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对于凤梨的果农和相关的外销业者来说，真的是一个晴天大霹雳。马上就要迎来凤梨的采摘季节了，却不能外销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因此导致台湾的凤梨价格的崩盘。凤梨果农们的辛苦1年的劳作，很有可能也就化为乌有。昨天开始，台湾的蓝绿媒体也是火力全开的，已经开始讨论凤梨这件事情了。该骂的也骂了，不该骂的也骂了，该检讨的也都检讨了。今天余弟我就不掺和这场骂战了，只想给大家说说身为中国大陆人对此事的一些看法。首先，这次大陆政府虽然声称是因为台湾的凤梨多次检出介壳虫而停止进口，虽然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余弟我也认为这完全是一次政治操作，不用怀疑的。其次，凤梨及其他出口大陆的农产品是不是大陆必需品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说清楚，要不然817和绝青们又要哇让大陆人吃不到凤梨了，好可怜啊，或者怎么样，是吧？这里我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呢你懂一点美食的常识的话，就应该明白，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家乡的水土养育出来的农产品才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每个人从小就养成的味蕾的基础口味。可能你家乡的农产品相对来说太酸、太苦，甚至太辣，但对于你自己而言，那是一种习惯，一种适应。所以，台湾进口的农产品绝对不可能是大陆人的必需品，只是说因为产地和特色的一些品种口味，可以作为大陆人偶尔尝鲜的所谓的高端食材。请注意哦，是偶尔尝鲜啊，因为大陆市场实在太大了，台湾的农产品怎么也能见缝插针似的进入市场，获得自己的小众客户。我们就拿台湾的凤梨来说吧，虽然中国大陆没有狭义上的凤梨这个品种的水果，但是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从小就经常吃凤梨的那个表兄弟的品种叫菠萝，其价格也很平民。当然啦，余弟我个人其实并不喜欢吃凤梨或者菠萝，但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啊。以上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农产品真的进大陆是可有可无的。可有是因为什么？可无那完全是合理。然后我们来说说中国大陆政府这样子的操作
是否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我刚才说了，今天我聊的是从大陆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余弟认为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先来看一段民进党创党的元老前立委林正杰昨天的一个视频。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个：我们台湾有没有允许大陆的农产品进口？没有，一点都没有，零。但大陆是片面让利，欢迎台湾的农产品卖过去，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实际上，大陆我们是吃大陆的奶水，我们台湾的经济在吃大陆的奶水。我们台湾现在假使没有从大陆的出超，我们台湾的国民所得啊会降低10%几，是吧？大陆是来让利给台湾，是，但是我们从来不感谢他们，我们一直把他当敌人。当我们在讲凤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连口罩都不要卖给大陆啊？在人家疫情很严重的武汉发生很严重的这个疫情的时候，还限制口罩卖到大陆，有把口罩卖到大陆的厂商还被政府抓来处罚耶，这是什么心态？然后中美在有这个科技战的时候，我们台湾是禁止台湾的芯片卖到大陆去。他们需要台积电的，我们台湾不让台积电的芯片卖过去。是，所以当台湾对大陆是一种不公平的、充满敌意的时候，你凭什么要求大陆对我们友善呢？大家听明白了吗？即使民进党的人从客观的角度把一些事实和数据给大伙说的应该是够明白了吧？这些数据和事实应该是不用怀疑吧，是吧？更何况是一个大陆人，是吧？从大陆人的角度来说，每年台湾出口大陆农产品大概是10亿美金，而中国大陆出口台湾的农产品是零哦。蔡英文不是整天喊着闹着要跟中国大陆要对等的谈判吗？好啊，我们两岸的经济上先真正的实现对等起来，好吧？你总不能经济上占大陆的便宜，政治上要跟大陆对等，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嘛，对吧？余弟一直秉承着两岸一家亲的原则，像赵少康说的，喊一声兄弟，保100年平安。说真的，大陆市场够大，与其让外人，也就是外国人去赚这个钱，不如让自家兄弟来赚嘛。这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对于两岸贸易的一个态度。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或者叫中华民族的人民间每家每户对待自己家人兄弟之间的一个态度。但是余弟我个人感觉吧，很多台湾的同胞不论是蓝绿的，似乎都把这个兄弟关系搞错了，把它当成了男女关系。台湾自以为是那一位美女，而把中国大陆当成了一个刚刚一夜暴富的凯子，或者叫土豪，好像把大陆因为亲情而做的付出当成了凯子追美女的那种献殷勤，他认为觉得这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一旦大陆不付出了，不让你占便宜了，就大骂渣男。好像还有那么一句话，我把你当同胞，你把我当钱包。而这次大陆停止进口凤梨就是一个信号，希望亲爱的台湾同胞搞明白，我们两岸是兄弟关系，不是凯子和美女的关系。如果这是台湾人或者他政府还不明白这个关系的话，那我相信中国大陆政府还会加码
当然，台湾对于中共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统一。但是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实现，其实未必像很多台湾人想的那么急。目前来说，只要这个目标实现还存在可能性，其实就好了。这也是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底线。当然，武统是选项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选项。使用武力，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要死人的。即使这样，统一了，中共该如何统治台湾呢？难道天天这里有弄个爆炸，那里弄个绑架吗？这样不乱套了吗？就像兄弟之间的吵架，吵得再凶，也不会动杀手招，充其量只是骂得凶一点，攻击一些非致命的部位。当然啦，一旦觉得这个兄弟太不像话了，骂的可以再凶一点，打的可以再重一点，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绝对不会出杀手招。最后我们说一下国民党蓝营对待这次凤梨的事情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态度。当然啦，我这个说的还是余弟我作为大陆人的角度来说的，未必正确。也就是蓝营昨天也装出一副非常同情凤梨果农的样子，大力的谴责大陆。余弟觉得真的挺好笑的。为什么呢？余弟，你难道没有对中下阶层庶民的一个感情吗？哎，我们频道本来就是叫庶民经理，怎么会不理解不同情庶民的这种感受呢？但是作为台湾的蓝营国民党，是否清楚凤梨果农都是谁的支持者？台湾的凤梨种植大部分在哪里？在屏东，在台南，在高雄，这是什么地方？绝对是绿油油的民进党的铁票区啊！而这些果农，我敢说，绝对是817，就是817，817明白吗？特别是高雄，韩国瑜辛辛苦苦的帮果农卖凤梨，结果落得一个被罢免。这些人值得同情吗？最好笑的是，昨天蓝营的人说应该把果农和民进党政府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民进党政府犯的错而去惩罚基层的果农。国民党，你们是真的忘记了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哦。台湾的执政者可是充分代表民意的。民主社会嘛，就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难道不是吗？难道你敢说你们玩的是假选举吗？韩国瑜这么辛辛苦苦的求爷爷告奶奶的去卖凤梨，都被这些人给罢免了。现在国民党不会天真的以为你们就这么假装的同情可以换来屏东、台南、高雄的选票吗？不要说市长吧，能选上一个立委吗？说真的，国民党的温良恭俭让真的很难让他们存活于这个民粹泛滥的时代。余弟我个人觉得吧，必须让果农真切的感受到痛，明白这次凤梨事件到底是谁惹的祸，才有可能让南部的农民彻底的抛弃民进党。只有口袋里的钱可以让他们真正的明白拥抱大陆、放弃台独的重要性，而不是用老先生一样的天天的说教。再说了，你国民党网络声量
拼不过民进党，制造仇恨你又玩不过民进党，你怎么办？所以有些东西国民党该学中共了。民进党，你看看民进党学得多好，是吧？制造舆论，是吧？民进党比你厉害，心狠手辣，或者不叫心狠手辣吧，就叫做事决绝吧。民进党学共产党也学得挺好的，你国民党就是学不会啊，有什么办法呢？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余地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庶民锦鲤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度表达清楚。如果您认可余地我的态度，就给我们点个赞，分享给好友。非常感谢你能把我这一期的唠叨看完，再见。